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解读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的一项重要成果》。耶鲁大学团队找回了以往模型中被丢弃的 90% 微弱脑信号。他们证明，即使是非核心大脑区域，也能同样准确地预测人类的行为与心理健康。该项研究覆盖了12000多名参与者，以及13项核心行为与生理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所有被弃用的特征集都通过了外部独立验证。这一发现将为无创脑神经刺激提供更多位于表层且易于操作的新靶点。以往的学术界通过单变量特征选择来简化极其复杂的高维大脑连接数据。为了让结果更具可解释性，这种做法通常只保留关联度最强的前 10% 的信号，剩余 90% 的微弱信号，由于单点效应不显著，往往被视为无用噪音而丢弃。这导致绝大部分的大脑连接信息在传统预测模型中变成了不可见的拼图。尽管常被视为噪音，这些边缘信号依然具备极强的预测效力。大脑的认知能力并非由孤立节点决定，而是由广泛分布的神经网络共同驱动。实验证明，将底部的 90% 特征进行组合，所能达到的预测准确率与最强的前 10% 核心特征几乎完全一致。耶鲁大学团队采用了严苛的测试方案，他们将大脑特征按关联强度排序，随后切分为10个互不重叠的等分，其中第一档代表传统首选的最强信号，而第10档则是关联度最低的边缘信号。团队针对每一档数据分别训练了独立的机器学习模型，确保各档位的预测能力测试完全独立且没有任何交集。这种稳健的预测力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在超过12000名参与者的大规模数据中得到了印证。研究采用了包括 ABCD、PNC、HBN 和 HCPD 在内的4大权威数据集，其中最大的 ABCD 队列包含9300多名样本，费城神经发育队列 PNC 也有1200多人。这些样本跨越了不同年龄和扫描设备，确保了研究结论经受住了极限压力测试。从预测精度来看，第2到第9档的非核心数据表现依然惊人。在 PNC 数据集的语言能力预测中，各档位的性能非常均衡，而在 HCPD 数据的执行功能预测中，属于中间层级的第5档数据，相关系数甚至超过了传统最强的第1档。这证明，即便没有核心特征，非核心层级也能显著且精准地完成复杂的认知预测任务。这些被忽略的特征在外部独立验证中展现了极其强大的泛化能力。以执行功能预测为例，在 PNC 数据上训练的模型被直接应用到完全未见的 HCPD 数据集，结果显示，最弱的第9档特征与最强的第1档特征在预测效力上几乎没有差异。散点图中的各档趋势线高度重合，有力证明了这种预测力并非对特定数据的过拟合。虽然各档位在预测精度上殊途同归，但它们背后的生物学解释却完全不同。模型并非在调用第1档强特征的缩水版本，而是启用了截然不同的神经通路。例如，第1档可能呈现高度集中的网络分布，而第3档和第5档则展现出发散或多中心的图谱。这意味着大脑在完成相同的认知任务时，存在多套互补且独立的底层处理逻辑。热力图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解剖学上的显著差异。在预测同一行为时，第1档特征主要依赖视觉额顶网络，而随后的第3档和第5档则大面积启用了完全不同的脑区。从脑图谱的测试图可以清晰看到，这些激活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肉眼可见的位移，展示了不同层级特征在生物学功能上的独立性。网络相似性分析显示，不同档次之间存在极高的独立性。在 PNC 执行功能测试中，第1档与第3档的解释方差仅为 0.5%， 即便对比跨度更大的第5档，两者的重叠度也只有 4.5%。 热力图矩阵极淡的交叉颜色直观表明，非核心网络绝非核心网络的简单副本，而是承载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空间。这种独立性在精神健康指标的预测中同样极具价值。对于自闭症相关的社交沟通指标，第2到第7档的中低层信号表现甚至全面超越了最强的第1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焦虑、多动以及网络成瘾等复杂发育指标中。山脊图分布证明，微弱脑信号并非边缘噪音，而是理解人类精神状态不可或缺的全新视角。即便面对效应量更庞大的生理特征，
边缘特征集也保持了极高的预测敏锐度。在生理年龄的预测中，第3到第7档的中位特征表现甚至比第1档更突出。而在性别区分测试中，从第2到第8档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面积也始终稳定维持在高位。这说明，即使是极其显著的生物学差异，也同样弥散在这些被忽视的微弱信号中。微弱信号的预测价值不仅存在于功能网络，还跨越了成像模态的限制。在捕捉动态活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以及勾勒物理白质纤维束的弥散张量成像中，这一结论均得到了验证。实验折线图显示，两种模态下的预测表现趋势高度一致。这强有力地证明，微弱信号的有效性是人类大脑固有的底层属性，而非特定扫描仪器的偶然误差。这种现象在不同算法下同样稳健。研究对比了连接组预测模型 CPM 以及擅长处理高维数据的领回归。即使在不进行特征筛选的全景模式下，领回归生成的模型结构也与那些被忽视的中低档次模型高度同源。这证明微弱信号的有效性并非特定统计方法的产物，而是大脑数据的客观规律。微弱信号之所以有效，源于大脑极高的时空自相关性与网络冗余度。少数强特征往往高度同质化，而海量微弱信号则具有极强的信息互补性。当这些彼此独立的弱信号汇聚时，它们协同抵消噪声的能力足以媲美那些少数核心特征。这解释了为何即使单点信号极其微弱，组合后的预测表现依然能够保持稳健。这一理论基础正在重新定义疾病分型。以往认为一种心理疾病必定对应某种固定的核心脑网络，但新研究颠覆了这一刻板印象。外在表现相同的患者，其底层可能由截然不同的病理通路驱动。这意味着通过不同档次的模型，我们可以识别出隐藏的亚型。这不仅能解释症状的异质性，更为精准医学下的个体化诊断提供了新路径。这些新发现的网络为经颅磁、刺激等无创干预手段开辟了全新的靶点。传统模型锁定的强特征往往深埋于大脑内部，物理手段难以直接触达，而通过唤醒这些原本被视为微弱信号的刺激网络，我们在表层皮层找到了等效的替代区域。这种浅表可及的特性让针对深层脑功能的物理干预在临床操作上变得更加安全可行。该发现还破解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不可重复性危机。不同实验室对同种疾病得出冲突的脑图谱结论，往往并非因为某方出错。事实证明，这些研究可能只是分别捕捉到了大脑复杂图谱中不同层级的真实网络。正如盲人摸象，各方看到的都是局部的真理。这一视角的转变为整合全球不同研究成果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脑机学习正经历一场从局部提取到全局协同的范式演进。过去我们迷信单变量特征选择，这容易陷入局部过拟合，导致对疾病的片面解读。现在研究正转向全连接组的多元分析，利用高维全局矩阵的协同力量。这种模式下的神经网络极度密集且相互交织，使模型的容错率呈指数级提升，更真实地还原了生物学的终极复杂性。在评价模型有效性时，人群相对排序能力往往优于绝对拟合指标。尽管中低层网络在绝对误差测试中表现有所下降，但它们依然保留了极高的相关系数。这意味着在真实的临床风险分层中，精准排出患者的风险高低，比追求数学上的绝对数值拟合具有更高的实战医疗价值和分诊意义。解锁大脑微弱信号带来了3大核心技术红利。首先是 90% 的数据唤醒，在预测精度不减的前提下找回了沉睡的数据金矿。其次是 100% 的泛化验证，确保模型无惧跨设备与跨人群的外部考验。最后是无限的干预潜力，极大拓宽了精神疾病的生物学解释与物理治疗的可能性。这些红利证明大脑中没有废弃的数据，只有未被理解的网络。拥抱大脑的全局复杂性是下一代神经影像 AI 的核心基石。研究证明，将范式从单变量筛选转向高维全局矩阵协同，能有效还原真实的生物学特征。即便局部信号极其微弱，但在全局尺度上，其提供的预测效力依然稳健。这一视角的转变将极大提升医疗 AI 在处理复杂精神疾病时的鲁棒性。未来通过挖掘全连接组的深度特征，我们将能破译深藏在冰山之下的生命密码。